你有没有想过，过去2年 DeFi 最火的项目，比如 Pando， 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认为的答案是2个字：固定。Pando 把未来浮动的收益变成一笔固定的收入，让你可以提前的锁定利润。这标志着 DeFi 正在从狂野走向稳健，但这里依旧有个巨大且致命的缺口。我们能够固定收入，但谁来帮我们固定支出呢？DeFi 里最大的支出是什么？没有错，就是借贷的利息。今天我要给各位介绍一个能够帮你锁死未来借贷成本的 DeFi 老项目，它可能就是补上 DeFi 最后一块拼图的关键。重点是它很像被低估了，和各位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投圈的节目，我是 CH。如果你是 DeFi 的玩家，那你肯定听过 Pando， 它确实很厉害，可以帮你把未来的收入给固定。比如说，你买了 SUSDE 的 PT 代币，未来一段时间的收益率，啪，给你锁死了，非常安心，不用担心这个月的收益有 10%， 下个月跌到 5%， 避免了波动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收益我们可以通过 Pando 来固定，但是我们的支出呢？很多聪明的朋友会玩一种策略叫循环贷，或者叫杠杆挖矿。这个策略我觉得有3个版本。我以 Edina 的 SUSDE 这个有收益的稳定币来举例。在 1.0 的版本循环贷的玩法当中大家可以拿着 SUSDE 享受这 9% 的利息，然后把它质押到借贷协议中，以较低的利率借贷出稳定币，再用借贷出来的稳定币再去买更多的 SUSDE 享受利息，这样循环往复就可以赚取中间的价差。但是这个版本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收益端这边是浮动的。如果 SUSDE 的利率突然下滑，比如说今天可以拿到 9% 的年化回报，比我的借贷的利息高嘛，所以我这个循环贷可以去执行。但是如果下个月收益呢从 9% 跌到 5%， 那么中间的利差就会消失，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利差会变成负数。你不仅赚不到钱，反而会因为你的杠杆而导致你不断的在亏损，成为别人挖的那个矿。所以这就延伸到我所说的循环贷的 2.0 版本。 Pando 是这个版本的基础建设，大家不再直接拿 SUSDE 去做借贷，而是来选择 PT SUSDE 来作为抵押品。因为 PT 的代币能够固定未来这段时间的收益率，我只要现在去购买了 PT， 我就能够确保我在到期日之前都能够享受 11% 的年化收益。当收益被锁定之后，只要我能够确保我的借贷利率始终低于 11%， 那我的循环贷策略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向的利差，从而获得更加高的稳定币收益。那这个版本算是最终的 endgame 吗？我觉得还不是，因为循环贷的这一套策略依旧有2个浮动的关键变量，一个是浮动的收益，另外一个是浮动的借贷成本。Pando 的出现确实解决了前者浮动的收益，帮我们把未来的收益锁定下来，我不用担心它的收益率突然从 11% 跌到 5%， 因为我只要买了 PT 就能够固定了。但是目前循环贷的主战场，比如说 Aave 或者 Morpho 的利率依旧是浮动的。当市场当中的借贷需求增加的时候，借贷的利率自然而然会飙升。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如果浮动的借贷利率突然飙升超过我们在 Pando 锁定的可能 11% 的固定利率，那么看似稳赚不赔的循环贷策略立刻就会被反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推特上经常看见有人抱怨自己的循环贷策略失效。所以我心中的 3.0 版本需要出现一个能够帮我们把未来的支出也给固定的 DeFi 项目。设想一下如果未来3个月我固定能够拿到 11% 的年化回报，并且我固定支出可能 7%、8% 的固定借贷成本，那我的循环贷策略就能够通过杠杆稳定的提高收益。那么有没有一个协议可以像 Pando 固定收益一样，把我的借贷成本也给固定住呢？你别说还真的有，而且它不是什么新项目，而是一个从地狱很艰难爬回来的老炮，它就是今天的主角以太坊上的 Inverse Finance。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你用固定的利率借贷的 CDP 协议。所谓的 CDP 你可能不熟，但你一定听过贷稳定币背后的发行商 MakerDAO。Inverse Finance 和它类似，用户可以透过抵押蓝筹币来借贷或者铸造稳定币。
他们家的稳定币叫做 DOLA， 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借贷市场有个叫 DBR Dollar Borrowing Rights 的巧妙设计，它实现了真正的任意期限的固定利率借贷。DBR 的这个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买了这个代币相当于你买了 Dollar 稳定币的借贷权利。如果你要在 Inverse Finance 平台借$1的 Dollar， 你一年需要消耗1枚 DBR 的代币，借$2的 Dollar， 你半年会消耗1枚 DBR， 以此类推。传统的借贷市场，比如说 Aave 或者 Morpho，借贷的利息会随着时间增加到我们的债务数字上，而且他们的利息都是浮动的数字，今天可能高，明天可能更高。在 Inverse 的借贷平台上面，我们要借 Dollar 稳定币，需要先去购买 DBR 的代币，就像给手机充话费一样，我们需要先充值，然后才可以借 Dollar 的稳定币出来。DBR 的代币会慢慢的被消耗，要消耗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额外的去充值更多的 DBR。这种别具一格的借贷规则呢，有什么好处？就是它无论外界的利率如何波动，我们这笔贷款要支付的借贷成本就是当初买 DBR 的价格。比如说我现在去购买 DBR， 现在的价格是 0.09， 相当于我如果现在购买了，然后我现在去做借贷，我未来一段时间的借贷的成本就是年化 9% 的这个利息。就算市场未来有什么大的变动，很 formal， 可能 Aave 或者 Morpho 都涨到 15%、16% 的时候，只要我现在去购买了这个 DBR， 我未来的这个利息就固定是 9% 了，不会再增加。听得一脸懵的话，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来到官网，然后你们稍微点击2下就可以大致明白我所说的含义了。虽然我刚刚说什么要去买 DBR 啊，然后要去充值，听起来好像很麻烦，但实际上他们的官网做得很用户友好，很多的步骤都可以帮你一键去实现，你可以傻瓜式的去操作。首先呢，你选一个你要借贷的市场，我选的是 PTUSD 的这个抵押代币，我输入要抵押1000美，然后我在下面有一个 Auto Buy DBR 的选项，你直接打开，然后他会问你，你想要去固定你的利息多久的时间？比如说，因为我这个到期是下个月到期嘛，我可能就固定1个月的时间，它会自动的帮你去购买足够量的 DBR， 让你在未来1个月呢能够享受到固定利率 9% 的这个功能。时间到了 DBR 用完了，你也可以随时充值，像充话费一样。这个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在于它可以自动的帮你进行循环贷的功能，你不需要像过去一样手动的很麻烦重复的去做一些循环贷的操作。你可以选这个循环贷的选项，然后你选择你要杠杆的倍数，比如说你要选5倍的杠杆，然后它会实时的显示给你循环贷的这一笔操作你可以获得的年化回报。现在如果我去做5倍杠杆，我能够获得的年化回报是 35% 左右。虽然你可以开到10倍的杠杆，但是杠杆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清算风险。Inverse Finance 呢，虽然固定了未来的支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的平台降低了你清算风险，但对于刚入门的朋友，我还是不建议各位把它拉到过高的杠杆。我自己也不会习惯把杠杆拉得特别高，因为一旦有黑天鹅的事件，我的 PT 的代币在 Pento 那个市场当中价格突然骤减，那我确实还是有一些清算的可能性的。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逐极致的杠杆，要找到一个收益和风险平衡，然后可以让你活在这个市场相对比较久的一个区间，那你才可以源源不断的在这个牌桌上继续的去玩耍。我们回到官网这里再看一下，它其实支持了很多不同的抵押品，你可以去存不同抵押品，然后去做不同的循环贷。官网这里很贴心的跟你展示了，如果你去做循环贷，你最高可以获得多少的稳定币年化回报，然后里头点击进去，它也可以自动的帮你去做循环贷，所以相对我觉得是比较用户友好的。有一点要各位注意一下，只有 PT 抵押品的收益率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剩下其他抵押品的存款收益都是一个浮动的数值。官网这里会写的比较清楚，写着 fixed yield 就是它固定的数值，然后固定的收益加上固定的支出，那你的循环贷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回报就是相对很稳的一个回报。剩下的一些池子，比如说其他的，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收益率，那它的循环贷之后获得的年化回报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动，取决于收益端那边。
如果各位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可以进到 TalkChain 的 Discord 群组当中和我们一起讨论。之所以在今天我想和各位介绍 Inverse Finance， 其实另外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似乎有一点被低估了，所以想和各位来讨论一下。这个项目有个平台代币叫做 INV， 我们先不看币价，我们来盲猜一下，它的锁仓量有 1.9 亿美金，每年能够产生约900万美金的费用收入，你觉得它的市值应该是多少？给各位3秒钟的时间猜一下，3、2、1，揭晓答案。他们的市值目前只有3000万美金，拉了。我昨天看的时候，我前几天买的时候，它的价格还是40多美金，然后刚刚拉了10%左右吧，11%左右，现在是51美金的价格，但是他们的市值目前依旧只有3000万美金。并且这个项目呢是有国库的，他们国库有价值2100万美金的资产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来到他们官网这里有更加明确的一些介绍，有2100万美金，大部分是不同公链交易所的 VNFT， 主要呢是这个 VARROW。 为什么一个有实际收益且国库庞大的项目呢，他们的价格市值如此之低？其实呢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在22年左右呢，其实他们曾经被骇客所入侵，导致项目遗留了一大笔的坏账，差一点他们家的稳定币就要脱锚了。但是团队没有因此就放弃，而是在这2-3年的时间不断的运作运营，打磨产品，赚取收入来不断的偿还坏账。这就导致他们的 INV 代币持有者没有办法享受到太多的权益，因为优先级是要先去偿还坏账，而股东的优先级是相对比较靠后的，代币的价格就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但最近团队有了一些举动，他们认为22年的坏账影响了项目的发展，虽然慢慢还可能多1-2年也可以还完，但是可能会让他们错过这一轮的牛市。他们打算用2个举动来提前的偿还坏账，让这个项目可以迅速的焕发第二春。第一个举动，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募资 ，DeFi 界的好几个 OG 给了团队260万美金，用相当于当时候市价低10%的价格去购买到了 INV 的代币，锁仓6个月。他们购买的价格是25美金，虽然已经翻倍了，但是他们是被锁定的。这笔资金已经偿还了一部分的坏账。另外一个举动，他们打算用国库的 VNFT 来做抵押借贷，在未来可以借贷出300多万美金。借贷的利息会用 NFT 本身的收益来不断的自动偿还，这个操作还没有执行，但是快了。历史遗留的坏账问题一旦解决了之后呢，有可能 Inverse Finance 会迎来一波的炒作或者价值回归。我个人会很关注以及有一些的看好，几个理由。第一是项目之前有坏账，为了维护 Dollar 稳定币能够1:1的锚定美元，避免他们的稳定币脱钩，实际上他们将大量的收入用作于激励来维护 Dollar 稳定币的价格。只要坏账没有之后，这部分的支出就可以小很多，省下一大笔的资金。第二，之前的坏账需要给利息，很多是 S Dollar 的坏账，所以只要是坏账，他就能够拿到9%的利息，一年要花费接近50万美金，会拖累整个项目的发展。只要还完这些坏账，就能够省下50万美金的经费。第三，没有坏账之后，团队表示会考虑把 DBL 的价格设置得更加低，让用户可以在 Inverse 当中用更低的利率进行借贷。现在维持在8%到9%左右，是因为他们要赚更多的钱来还债，但是这也降低了产品的吸引力。如果之后的借贷利息可以低到5%、6%，那么普通的借贷乃至于循环贷，用户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项目的锁仓量也会进一步的上涨，基本面的数据会更加好。第四，过去因为坏账导致 INV 的代币持有者不太能够去分享到平台的利润，所以价格就一直在低位，没有人有动力去购买。但是偿完坏账之后呢，代币经济有可能在未来有改变。第五，团队打算做一个子产品，新的稳定币的产品，之后 Inverse Finance 的团队和代币持有者可以分到这个新项目的代币以及收入。另外一个我个人期待的价格发现比较投机一点，但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团队通过 OTC 融资的方法，把一部分的代币卖给了这些 DeFi 的 OG 大佬们，他们有了筹码，而且是锁定的筹码，一定会在未来去疯狂的传销这个项目，帮这个项目做宣传，鼓励更多人来用和关注。所以
相当于其实是有一批英语圈子的很大的势力，在未来会帮助到 Inverse Finance 去做市场营销的。虽然我们现在看 Inverse 的锁仓量是比较高的，但是用户实际上并不多，只有231个用户，而且都是巨鲸在使用。我相信过去大家应该也不太了解这个平台。如果未来的市场营销力度更大，我期待代币的价格可以像之前发现 Feel 一样，有一个不错的涨幅。两个项目其实我觉得很像，都是做借贷，而且都是 DeFi 的老项目，不断的更新产品，然后走过了1-2轮的周期，现在还在兢兢业业做产品。那我觉得 IMV 呢也算是一个很努力做产品的一个项目，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些机会的，至少它的价格足够低。那利益相关哈，我个人是买了一些 IMV 的代币，因为我觉得产品不错，未来会有一些事件驱动的利好，性价比比较高，3000万不到的市值，我随便去买一个 Mint Coin， 它的市值都没有这么低，所以它的跌幅应该是比较有限的。我其实更加期待他们跨链去到其他的公链，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团队有这部分的计划，但是如果他们可以去到其他的公链，我觉得应该可以抢不少竞争对手的市场的，不要只留在以太坊之望，太浪费了。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的看法，这种固定利率充值模式的借贷协议，你们觉得有创新吗？你会使用这个平台吗？可以留言说一下你的想法。另外我再夸一句，这个项目很多数据做得非常之透明，很多 DeFi 的项目都比不上。老 OG 团队的这种风格我很喜欢，数据都在链上，然后透明公开给社群做监督，甚至他们10多名员工的薪资发了多少都是公开透明在这个数据面板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也应该鼓励更多的项目方把更多的数据给透明出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和去中心化的信仰。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我是 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